你知道为什么说如果有人能撼动雅各布伯德的地位，那这个人一定是不败战神奥斯汀马修斯吗？无论是面对 GTR 还是地狱猫，又或者是摩托还是皮卡，对上这位阿 Sir 最终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让人闻风丧胆的阿 Sir 近期的合集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马修斯在高架上巡逻时，发现了一辆行为怪异的道奇充电器。这哥们儿不仅车速过快，在变道时还压到了实线。而在马修斯打开氛围灯后，这老哥更是一脚油门，短短的几秒钟便轻松拉开距离。以马修斯的反应能力，不可能被甩得这么远，认真起来都跟不上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，这是一辆地狱猫。这玩意儿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快，马修斯都只能凭借弯道的极致走线才能勉强不被拉开，但出弯后可就不好说了。从这两个弯道来看，两人的线路完全不同。老哥是大力出奇迹，走懒算哪儿，但马修斯却是精准的走了两个弯心，不仅速度上的损失更小，所跑的距离也要短上不少。正是凭借着这过弯的技巧，所以尽管老哥这辆车的动力更好，也依旧没能在第一时间完成逃跑。正所谓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顶住了这第一波。阿 Sir 明显感觉强度不如刚才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四星巅峰也敢一言不合就跑路，看来是这辆地狱猫给了老哥足够的勇气。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，阿 Sir 是遇强则强，看见地狱猫时，自然有一股想要较量的欲望。等等，老哥因为车速太快，击打方向出现了失控，旋转了360度后成功救车。但马修斯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？一个贴贴精准撞上后轮，只用一招便成功将老哥截停。就这还4星巅峰，3星小黄鸡恐怕都没这么菜。此时可以看到，这辆车几乎是满载，带了至少4个人，居然还能跑这么快，这地狱猫确实是厉害。然而几位老哥伸出双手，并非是在投降，而是在对阿 Sir say goodbye。下一秒，老哥便操作了起来。能在被截停的状态下从马修斯手上逃离，看来老哥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但是满状态下都没能走掉，现在只怕是更悬了。而眼看身后的马修斯跃跃欲试，车里的乘客明显和老哥不是一条心，伸出手来表示与他们无关。果然是做兄弟在心中，有事第一个举报他立功。阿 Sir 可不管这么多，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踩在前方，开车的老哥第一时间溜了，留下了一车队友帮他拖延时间。众所周知，马修斯开车是不败战神，但跑步就不一定了。说不定这位老哥还真就能凭借双腿将他甩开。但下一秒，两人居然又用同样的姿势回来了。大晚上的搁这断电了。虽然不明白这老哥是什么操作，但这一幕实在太有喜感，让我忍不住笑出了驴叫。直到这里，这第一位老哥是终于下线，就是有些可惜，摆下了这辆地狱猫本的道奇充电器。看着老哥被捕，队友们也是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珍贵的时刻，毕竟谁手机里还没有几张兄弟的丑照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二位老哥登场。这位老哥的事情就要简单的多。经过对车牌的核实，马修斯发现这辆皮卡在前些天已经报失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被人宁愿购了。地狱猫都能跟上，面对这辆皮卡，阿 Sir 自然不慌，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自己考虑清楚。但叫马修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辆看似不起眼的皮卡差点毁了他的道奇充电器。趁现在老哥还在做心理建设，我们来看一下他所驾驶的这辆车。这是一辆 GMC 的 Sierra， 它的主流版本搭载 5.3 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26，超过2吨重的车身是谁贴谁知道。不过此刻老哥似乎并没有开溜的打算，反倒是跟着前方的 NPC 一起靠边停了下来。随着保护期结束，阿 Sir 的耐心也消耗完毕，正好老哥开始加速，叫马修斯找到了发飙的机会。虽然一脚油门加速靠近，但却并没有上去贴贴，已经就绪的位置，仿佛是在给老哥做的最后的警告，又或许是在等老哥的车速再快一点。像这样的角度保持了近10来秒钟，马修斯认为他给的机会已经够多了。既然老哥不领情，那也没有办法，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只是轻轻一蹭，老哥便完全失控。这操作堪称是精准而优雅，一辆 ASP 都不敢轻易截停的皮卡就这样被他拿下。但当他掉头查看战绩时，情况却和想象的不太一样。老哥将错就错，开
开始玩起了泥巴，才短短的几秒钟便糊了马修斯一脸。不仅是2个大灯，就连头顶的氛围灯也被彻底覆盖。从灯光来判断，两人并没有就此停车，而是就以这种奇怪的视角继续前进。有经验的阿瑟并没有开雨刮，因为那样会像刮栗子一样彻底看不见。这画面还真是为难了我这个做解说的。马修斯没累，我倒是先累了。播出了神器小鹿夜猫护颈枕 Pro， 护颈、腰靠、趴睡加拉伸4大绝学一身藏。阿瑟趴靠躺，打完都舒服，到手只要268，香得简直不像话。上次推完好评直接涨，这回没上车的可要抓紧了。手机刷久，肩抱紧，小夜猫一垫，酸痛全清零。7大科学分区加软硬双区设计，趴着稳稳托住下巴，135度黄金脚贴合胸口，拉伸脊椎好放松。躺着玩，手机视线齐平，脖子不梗着费劲，靠着耍，背后有支撑，久坐腰舒坦，玩累下滑秒入睡，记眠回弹分散开压力，头肩颈永远保持一条线，翻身照样睡得酣。整套是7A 级抗菌的 A 类面料，有冰丝棉质2款可选，贴脸触感超舒爽，立体发泡工艺透气佳，不怕闷汗黏哒哒。最近元旦可以领券抄底入手，还送运费险，2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2种颜色超耐看，自用送人都合适。想这样跑了一会儿之后，好在机智的马修斯很快就想起来他侧面还有一个大灯，这个没被糊住，还能勉强看清道路。开灯一看，明明已经拉开距离的老哥，却是不小心撞上了护栏，这最有希望的关键时刻确实可惜。在经过了一阵小跑之后，支援的队友成功将老哥抓获。这回可惜的是马修斯的这辆道奇充电器全车布满了泥巴，臭得马修斯都想换辆地狱猫了。而这位老哥最后被判处了2年监禁。至此，这第2位老哥下线，追捕这第3位老哥时，马修斯是以支援的身份登场。队友发现了一辆同样是被宁愿购的轿车，两人战了数10个回合，却始终无法将其拿下，所以总裁派出马修斯前来帮忙。刚到现场，看着这队友转弯时慢吞吞的样子，马修斯立刻抄近路，菜就多练，不行就去后面待着。虽然队友有些不服气，但在前方的弯道处，马修斯还是领先了队友一步，从内弯率先上了匝道加速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和老哥分出胜负，顺便向队友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技术。花了这么长时间才逐渐靠近老哥，看来这老哥的实力并不差。也是直到此刻，阿瑟才认出了老哥这辆车，这是林肯的第1代 MKZ。这辆车搭载3.5自吸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69。知己知彼之后，阿瑟立刻动手，见前方没有 NPC， 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势大力沉，让老哥整个车身开始漂移。但由于老哥救车及时，关键的车头部位并没有受损，再加上马修斯并没有补到，所以老哥再次上路。被这么一贴贴，换做一般人恐怕已经慌了，早就争先恐后的下车投降。但没有想到，这老哥居然如此冥顽不灵。马修斯给了机会，他却选择再次加速狂奔。看来这老哥是打算战斗到最后一刻。而就在此时，前方右侧氛围灯闪烁，又有新的队友加入了对决，这让老哥能走掉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。车身卡着点的双闪也在时刻提醒老哥，他快坚持不住了。然而在这种关键时刻，老哥的操作却是愈发的激进了起来。两人用接近200公里的时速在路上左右穿梭，这一番反抗倒是让马修斯找不到机会上去贴贴。来了，时速180公里，阿瑟越靠越近。虽然老哥变道躲了一波，但还是难逃被贴贴的命运。但让马修斯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下，老哥居然再次成功救车。虽然保险杠已经快要自由了，但这辆车的关键部位并没有受损。看这个架势，似乎还有再战之力。但是队友并不打算给他机会喘息，一个贴贴又一次让老哥开始漂移。但这一招似乎已经对老哥失去了作用。眼看他再次救车，马修斯知道只能大力出奇迹，让他彻底的动弹不得。于是顾不上副驾的求饶，顶住老哥的车，一路将他送上了护栏。直到这时，老哥才是彻底的动弹不得。好家伙，这可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碰碰车大战。至此，这第3位老哥在体验了多次贴贴后，终于下线。随着老哥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在此友心提醒各位在亚特兰大的小伙伴，要是碰见这家伙，还是乖乖靠边停车比较靠谱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